聽說最近加拿大成了冤大頭，為了辦2026年世界杯的13場比賽，加拿大的納稅人要掏出10.66億加元，还只拿到了小組賽和早期的淘汰赛。但另一边呢，美国包揽了从1/4決賽到总決赛的所有黄金场次，靠私人贊助的模式省下了運營費。墨西哥也靠阿茲特克這些縣城球場省去了沉重的翻修包袱。加拿大舉辦地的70%居民覺得這次承辦世界杯太浪費錢了，評論家也稱之為財政災難。但是再怎麼說，加拿大好歹也是 G7發達國家，家底不薄，這裡依然是很多移民心裡的白月光。王祖賢就在這裡定居。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當選的那晚，加拿大移民局的官網更是直接被挤爆了。但為什麼他們今天和美墨手拉手一起办場球赛，怎麼感覺手头緊巴巴的？答案其實就藏在那些最樸素的經濟數據裡。過去這10年，美國人均實際 GDP 增長了20.2%，而加拿大是3.2%。2026年 Q1，加拿大经濟已經連續第2個季度萎縮，走入了技術性衰退。那如果我們再往裡瞧瞧，是高昂的房價和物價，大麻解禁後的僵屍街和越排越長的看病隊伍。榜單是過去攒下來的名聲，賬本是此刻正在發生的現實。大家好，我是小李，今天咱们來盡調一下加拿大，聊聊為什麼一個看起來更安全、更乾淨、更體面的國家，會比他那個野蠻的鄰居更迅速的把日子給過窮了。我們之前講南美洲的時候說過，南美和北美殖民最明顯的差異就在於制度層面的影響。加拿大雖然沒有南美那種金字塔尖換湯不換藥，獨立200年還在原地打轉的死結，英國殖民給他們留下了一套議會普通法的系統，運轉的也還不錯。但問題的關鍵在於英國或者說加拿大自己給自己設下的經濟角色定位。這個國家從被開發的第一天起扮演的角色就是帝國的原料供應站。最早歐洲人來這打魚，魚打完了做毛皮生意，毛皮做完了砍木頭種小麥，再往後是挖礦採石油，一種資源賣完換下一種，接力棒一樣能傳下去。2002年油價大概是25美元一桶的時候，石油天然氣行業就佔加拿大全國商業投資的17%。到了2014年，這個比例飆到了30%，也就是說，全球每投出去3塊錢，就有1塊砸進了油氣。一個發達國家把這麼大比重的資本壓在賣資源上，這在G7裡是很不尋常的。說到這，聰明的觀眾已經想到一個詞兒了，沒錯，就是資源詛咒。到了2014年，這層窗戶紙被捅破了。那年下半年 ，WTI 原油價格從107美元一路跌到了44.5美元。加拿大賴以為生的油氣投資直接腰斬，光2015年這一下就把全國的經濟增長深深壓低了大約2個百分點。但它和委內瑞拉、尼日利亞這些國家不同的地方在於，憑借着老底子和保守的金融體系，加拿大並沒有崩盤。它的外匯儲備幾乎紋絲不動，6家系統重要銀行穩如泰山，加元也沒有失控。所以短期呢，大家還是抱着一種接着奏樂接着舞的心態。但經濟學家們發現，數據已經開始不對勁兒了。從1990年初到2014年，加拿大和美國的人均 GDP 走的幾乎是同一條上升曲線。可就在2014年油價崩盤，大家覺得熬一熬就過去的這10年裡，這2條線分叉了。來，繼續考考咱們頻道老觀眾，資源沒了，頂梁柱塌了，正常的國家該怎麼辦？沒錯，就是產業轉型，去搞製造，去搞科技，去搞那些真正費腦子但能把蛋糕做大的硬實業。可加拿大找到的新引擎是另外2樣更省事兒、更輕鬆的東西：蓋房子和請來做客。這個選擇維繫了加拿大漂亮的賬面數字，卻也帶來了致命的隱患。咱們直接看組數據。環球郵報今年出做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專題，他們請了10幾位頂尖經濟學家，命題是加拿大經濟能否在2026年煥發活力？然後呢，讓他們各自挑一張認為最有代表性的圖表。結果呢，14張圖表看起來幾乎清一色是唱衰的。比如其中一張叫2010年以來的投資增長，美國那條一路往上爬，到2024年累計漲了超過70%。加拿大那條10幾年來幾乎貼着地平線趴着。而提供這張圖的富達基金經理給加拿大這10年起了個名字，叫失落的10年。那在另一份報告裡，話說的就更狠了。原話是：加拿大人對美國一直是一種又羨慕又自得的心態。他們羨慕美国的財富和活力，可一回頭又對自己的穩定、低強制犯罪率、全民醫療而感到優越。這2種心態一打架，
最後還是自得贏了。於是，在最該改革、最該拼命的時候，加拿大選擇了按兵不動。這其實也是我們今天視頻的主題：幾十年的舒適區，歲月靜好。他太安逸，太怕折騰，以至於把做大蛋糕這件最累的活能拖就拖，能躲就躲。於是，一個坐擁全球第4大的石油儲量，地上有全球第3大的森林面積，每年產出60多種礦物和金屬的資源大國，一個每年瘋狂吸納全球最優質、最高學歷移民的國家，被 OECD 預測為了到2060年全國38個發達成員國裡人均 GDP 增速墊底的差等生。這就是舒適陷阱最真實的模樣。那接下来我們就帶着我们頻道最常用的尺子 AKL 全要素生產率公式，一起看看加拿大是如何在人、錢、效率上一步步把一手好牌給打差的。說到加拿大，一定逃不過一個詞兒——移民。早在1967年，加拿大就全球首創了打分移民制，向全世界的聰明大腦敞開大門。到了1971年，老特魯多更是讓加拿大成為了全球第一個把多元文化主義寫進官方國策的國家。這也是為什麼到今天你在加拿大街頭看到的廣告永遠有着各種膚色的人。那這套打法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見效快。一個新移民或者留學生落地，就能迅速拉動住房、交通和各類消費。一個臨時工來了，勞動力市場也能馬上多出一雙手，人口在漲，消費在漲 ，GDP 總量就能被硬生生拖住。但問題在於，人並不只是 Excel 表格裡的一行數字，究竟是人口紅利還是人口陷阱，考驗的是一個國家有沒有一套記得住這些人的系統。那加拿大做到了嗎？我們來看2個很真實的切面。10幾年前呢，加拿大聯邦移民就做過一個調查，抽查了全國5萬名的出租車司機，結果發現這些人裡竟然有200個是醫生或者博士。還有記者在卡爾加里搭車，發現司機竟然是30多年前從阿富汗逃出來，手裡揣着農學本科學位的人。他說：“我一落地才發現，我的學位在這根本不認，想重新考個本地資格，貴得離譜。”加拿大皇家銀行算過一筆賬，在這裡有大學學歷的新移民裡，只有38%的人幹着真正配得上自己學歷的工作，而本地出生的國民，這個比例是52%，中間這14個百分點的鴻溝吞掉的不光是移民本該掙的那份錢，更是把這個國家把一個人轉換為生產力的能力。而橫亘在這套鴻溝背後的是一堵以為你好之名立起來的高牆——行業保護主義。在加拿大，醫生、工程師這些職業的執照牢牢攥在各自的行業協會手裡。比較出名的是醫學界的住院醫培訓名額，就是說你不僅要先考過昂貴的醫學考試，通常呢還必須在加拿大重新完成住院醫培訓。但這些名額被各省的醫學會和醫學院死死卡住了，每年留給海外醫學生的席位非常少。所以你會看到加拿大醫療系統天天喊着缺醫生，急診室排起長龍，全國接近600萬人沒有一個固定的家庭醫生。而另一邊，大量經驗豐富的外來醫生卻只能在多倫多開 Uber 賣房子，或者去診所當個前台。除了這些被錯置的高級勞動力呢，還有另一大批懷揣夢想就被當成羊毛瘋狂號的年輕學生。我們把時間撥回2019年，安省政府為了討好本地選民，大刀闊斧砍掉了本地學生10%的學費，同時凍結了給公立學院的財政撥款，名義上是惠民，可這也等於掐住了學院的現金流。學校缺錢了怎麼辦呢？高層和省政府心照不宣，盯上了同一隻肥羊——國際留學生。因為只有國際生的學費沒有天花板。那到了2021年，安省24所公立學院的總學費收入裡，高達68%的真金白銀全靠國際留學生輸血。這還沒耗完啊！2022年底，面对全國性的用工荒，聯邦政府又從另一頭補了一腳油門，他們臨時取消了留學生每周只能打工20個小時的上限。你看，省級一只手薅學費，聯邦一只手薅勞力，兩頭一夾，學生簽證直接變成了廉價勞動力的入場券。短短3年，留學生、外勞這些臨時居民的數量從136萬暴漲到了315萬，一度佔了全國總人口的7.6%。於是，一群懷揣夢想的年輕人湧進來，卻殘酷地發現自己的專業背景不被認可，而為了交租吃飯，只能像公益一樣湧進網約車、外賣、快遞和低端零售。這一套猛如虎的操作下來啊，短期內確實創造了高效收入的增長，用工荒緩解的繁榮假象。可把時間軸拉長，整個國家卻被鎖死在了一個低效的泥潭裡。這裡我們說的雖然是 IL 人力的問題，但當廉價勞動力無限供給，企業就失去了投資機器、升級技術的動力，於是 K 不增長 ，A 也上不去。但是你知道嗎？雖然我們剛說了一些行業的重重難處，但在加拿大有一個職業可以說是非常吃香的，它就是房產經紀。
而這背後就是加拿大讓人又愛又恨的房地產。2025年，加拿大有超過16萬名持牌房產經紀，什麼概念呢？這個國家每200多個成年人裡就有一個是賣房的。多倫多、溫哥華這2個名字放在加拿大，就像2塊巨大的房價廣告牌。假如你是個手裡有點閒錢的加拿大中產，面前擺着2條路。第一條，把錢投給一家搞 AI 的初創公司，你得扛着隨時血本無歸的風險。第二條，閉着眼睛買幾套房攥在手裡，啥技術都不用學，就坐等每年上百萬的新移民湧進來，把租金和房價拖上天。你選哪個？今天的加拿大經濟裡，房地產相關的產業占了 GDP 的13%以上，住房資產占國民財富的比重，光是從2021到2024這3年，就從21%漲到了25%。這筆賬最後也重重砸在了普通人的脊梁骨上。到2026年中，一套典型住宅的全國基準價還死死懸在66萬加元，普通家庭的收入中位數也就8萬上下，房價收入比依舊破了8倍。今天一個加拿大家庭平均還是得掏出稅後收入的1半去填房貸的窟窿。有人說房價漲了，我紙面上的資產不也跟着漲了嗎？但加拿大的房地產遠不止貴這麼簡單，它真正可怕的地方在於，它已經不是經濟學裡的一個問題，而是一個把全國的錢、人、銀行、政府全都吸進去的黑洞。在過去10年，加拿大幾乎所有產業的生產率都在掉队，唯獨一個部門不僅沒有掉，還持續跑贏了美國，那就是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業內簡稱 FIRE。而這又引發了一個致命的連鎖反應。上一章我們說過，廉價勞動力的無限供給讓企業失去了買機器、搞升級的動力。這一章是同一個故事的另一半。當炒房和放貸這麼輕鬆、這麼暴利、還這麼安全的時候，無論是銀行還是手裡有錢的投資人，憑什麼還要去碰那些又難又慢又有風險的硬實業呢？錢本該流向機器、技術和研發，結果全部都湧進了水泥森林。而最諷刺的是，加拿大的人均住房供給反而是机器裡最低的，也就是說，这些錢很多是在卖地的人和炒房的人之間空轉，击鼓傳花，房子越炒越熱，實業越來越冷。那麼有人可能會問了，最近不是總說加拿大房價在跌嗎？沒錯，從2024年開始，加拿大的房價確實在小幅回落，房貸占收入比也在改善。但尷尬的是，這個改善並不是因為加拿大人的收入終於追上來了，而是因為加拿大開始大幅收緊移民，需求萎縮，房價才被動的往下掉了一點點。即便跌了9個季度，房貸占收入的比例還是52%，遠高於健康水平的40%。所以加拿大修復指標的辦法似乎是把人趕走，把需求摁下去，而不是把蛋糕，把真正的產出和供給做大。那你看，這不還是在分母上做文章，而不是在分子上使勁嗎？那麼緊接着我們回答下一個問題，那些分子、真正的產出、真正的效率，這些年到底去哪兒了？2009年，安省高調立項了一條全長15公里的地鐵，對外報價109億加元。可到了2024年，官方口徑直接暴漲到了272億，短短5年翻了1倍半。多倫多大學拿它跟意大利米蘭的地鐵項目一比，發現米蘭絕大部分預算砸在了車站、軌道這些看得見的硬成本上。可一到加拿大，各種名目的專業服務、諮詢費、應急儲備、流程冗餘，跟吸血鬼似的吃掉了大頭。說白了，預算全跑進那些沒完沒了的流程諮詢，還有那套誰都不想擔責的官僚程序裡了。而這也是加拿大效率黑洞的一個縮影。而且你會在很多其他領域再次看到這個問題，比如教育。都說加拿大是快樂教育，孩子輕鬆開心長大，但你知道嗎？加拿大在每個孩子身上砸的錢其實高過發達國家的平均線。但問題和地鐵一樣，錢越砸越多。但過去20年，加拿大孩子的數學平均分整整跌了30多分，按國際標準相當於白學了快2年。那尖子生的差距就更明顯了。來看這份關於數學尖子生的統計榜單，加拿大孩子只有12%，新加坡是41%，日韓是23%。那再比如職場，你會看到在加拿大留學打工的網友經常吐槽這邊職場節奏慢，辦事拖，磨洋工。當然了，這有點刻板印象，大家覺得不對，請儘管糾正。但講到這兒，一個更深的問題就湧上來了。剛我們說的還是辦事效率、教育、職場印象這些不太具體的場景。那它的那些核心行業到底有沒有動力去把事情做得更好、更快、更便宜呢？2024年3月，加拿大央行高級副行長發表了一場演講，直言加拿大的勞動生產率已經到了緊急關頭，需要拉響警報。一個堂堂的G7發達國家，為什麼生產率會低到需要警告了？答案依然是日子過得實在是太安逸了。全要素生產率想要提高，最核心的驅動力之一就是残酷的競爭。
狼快咬到屁股了，企業才會拼了命的去降本增效，搞技術創新。但我們來看3個關乎國計民生的行業，第一個是電信業，羅傑斯、貝爾和嚴苛3巨頭畫地為王，結果加拿大人交着發達國家裡數一數二貴的網費，而巨頭們哪怕毫无技術創新，躺着收租也能活得極其滋潤。第二個是零售業，他們的市場被 Loblaw 等幾大超市集團死捏在手裡，前2年通脹飆升，老百姓快連面包都買不起了，寡頭壟斷超市的利潤卻屢創新高，甚至還被爆出過聯合操縱面包價格的行業醜聞。第3個是金融業，本地的6大行地位穩如泰山，靠着極高的牌照壁壘，輕輕鬆鬆就把全國的利差和手續費給賺了。那如果說巨頭是对外築起高牆也就算了，加拿大人对自己人還要搞內耗。和歐洲非常相似的是，加拿大10個省和3個地區之間法律標準資格認證居然互不相通。BC 省的葡萄酒想賣到隔壁阿爾伯塔省，面臨的審批有時比出口美國還要繁瑣。IMF 估算過，這種各省之間的画地為牢，硬生生給全國流通的商品變相加征了大約9%的隱形關稅。這裡就要提一個非常著名的解放啤酒運動案件 Free the Beer。2012年，新不伦瑞克省的一位退休老人杰拉德贪便宜，開車去隔壁魁北克省買了幾箱啤酒，結果回城時被本地騎警當場攔截，因為地方法律嚴禁居民私帶大量外省酒水入境。為了這幾箱便宜啤酒，這位大爺硬是把官司一路打到了加拿大最高法院。結果2018年，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一致裁定，大爺敗訴，各省有權繼續限制跨省商品流通。所以雖然這個案件叫 Free the Beer， 但啤酒其實並沒有能被 free， 因為在這片安逸的土地上，保護既得利益的壁壘永遠比提升效率的決心要堅挺得多。你看這3件事講完，你會發現加拿大的 AKL 每一個角都在漏油，可這套系統裡還藏着一個不在公式裡但卻最關鍵的角色。沒錯，就是那個反覆被加拿大人拿來對比的他唯一的鄰居美國。你肯定知道加拿大貼着美國，但是你打開地圖再仔細看看，会發現雖然加拿大的版圖比中國還大，但在中東部趴着一個巨大的冰冷窟窿哈德遜灣，124萬平方公里，比渤海大10幾倍，一年裡大半世界凍成鐵板。本地人管它叫加拿大的冰箱。這個冰箱從中間掏空了版圖，用冷氣把北方鎖死，結果就是這片遼闊國土上真正能住人、能搞經濟的地方，就只剩南邊緊貼着美國的那一條窄帶。多倫多離紐約800公里，而它離自己國家的北方城市丘吉爾是2000公里。所以加拿大的有效國土看起來更像一條緊貼着美國畫出來的走廊。根據加拿大全球事務部的年度貿易報告，2024年加拿大商品出口的75.9%運往美國，哪怕2025年貿易戰最激烈的這一年，這個數字也沒掉出70%。同時，美國是加拿大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國，存量佔比高達46.1%，將近一半。加拿大分業銀行算過一筆賬，美加貿易直接和間接支撐了加拿大超過200萬個工作崗位。你看這麼多數字看下來，你一定能理解了，加拿大的經濟不只是和美國做生意這麼簡單。而維繫這些數字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那份出名的美加墨自貿協定 USMCA。而就在這篇視頻發布的前一天，這份協議迎來了一個關鍵節點，3國要坐下來確認他們還要不要再續簽16年。我錄視頻的時候其實並不知道談判的答案，可以請你告訴我嗎？但現在我知道的是，美國貿易代表撂下的原話，橡皮圖章式的續簽這份協定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而之前那一輪高達25%的關稅裡，加拿大有一樣東西被單獨的網開一面，按10%徵收，就是能源和關鍵礦產。而原因我們在視頻的開頭就提過了，美國需要這些資源。你看繞了一大圈，加拿大的底牌依然是它那些挖出來抽出來的原材料，從300年前的毛皮和木材到今天的石油和礦砂。如果說資源是天然的被动的傷，那人才的流失就是加拿大更无力的痛。当你緊貼着一個體量大10倍的超級經濟體，你這邊但凡有一點制度的摩擦、薪資的落差、市場的天花板，那些最拔尖的腦子和錢就會像水往低處流一樣自發的越過邊境線。這是加拿大自己培養的天才，自己吸引來的資本在用腳投票。而最痛的例子就是人工智能。有多少人知道被稱為深度學習之父的辛頓，幾十多年都在多倫多大學做研究。點燃這輪 AI 革命的那場突破，就是他帶着2個學生在多倫多的實驗室裡搞出來的。2013年，他們仨成立的公司被谷歌花了4400萬美元整個端走。而那個最關鍵的學生伊利亞，
進谷歌做了2年多的核心研究後，2015年底一路南下，联合創辦了 OpenAI。对，就是甩出 ChatGPT， 把全人類踹進 AI 時代的那個 OpenAI。你看 ，AI 的根深深扎進了多倫多的凍土，可花卻開在了加州的硅谷。現在我們再回到開頭那張10億加元的世界杯賬單，算到這兒你會發現，真正刺痛加拿大人的可能不是這10個億，這些國家出得起。真正刺痛他們的是一種越來越熟悉的感覺，錢花出去了，但理想中的回報沒回來。就像人請進來了，生產力沒起來；稅交了，錢花了，可看病還是排隊，基建還是超支，生活還是越來越緊。加拿大最尷尬的地方就在這兒。一個坐擁資源、移民、資本、制度和美國市場的國家，明明手裡都是最好的牌，卻越打越沒餘地。他沒做錯什麼，資源好賣就賣資源，房子好漲就壓房子，移民好用就擴人口，現狀還能維持就先別折騰。每一次選擇單看都不算錯，但幾十年疊在一起，就驗證了一個道理：舒適從來不是免費的。所以這張世界杯的賬單，表面上算的是13場球，實際上算的是加拿大過去10幾年欠下的增長賬。說到這，小李想問你一句：你更認可哪種發展呢 ？A. 增長和效率，哪怕要承受競爭和不安全感 ；B. 穩定和安全，哪怕要犧牲機會和速度。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告訴我你站哪邊，為什麼？大家好，我是小李。如果今天的內容對你有所啟發，記得點讚、評論、收藏，這對我真的很重要。那下一期我們就去看看賬單另一頭的那個巨人。7月4號迎來建國250周年的美國。這個被無數人羨慕又被無數人痛罵的超級經濟體，它那套贏家通吃的活法到底是怎麼運轉的？又藏着什麼樣的代價呢？美國經濟，我們下期不見不散，拜拜。